各位线上的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姚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 AI 大模型如何破局传统医疗。我今天的这个汇报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首先是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 DeepSeek，因为整个的这个系列课前面的各位老师其实对于 DeepSeek 的相关细节都给出了比较好、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所以我本次的这个介绍呢，更多的从这个原理、从相应的这种应用场景的这个角度来介绍一下 DeepSeek 在医疗场景可能潜在的一些这个优势。下一步呢，介绍一下如何破局智慧医疗，这也是本次课重要的一个内容。最后通过应用案例的分享来介绍一下大模型在医疗场景里的实际的这个运用场景。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演进。其实人工智能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大家的这个视野，但是确实是最近这几十年的这种发展，从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包括到预训练模型、大模型，获得了大量的这种成功。所以从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概念来讲呢，其实过去的20年里面，非常受大家关注的，首先是机器学习，它是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的领域的这种方法，通过算法利用经验数据来改善系统本身的这个性能。有了深度学习之后呢，深度神经网络逐步被大家所关注。通过神经元的这个抽象和那个表示学习，在图像识别、视频、音频识别等方向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进展。最近这几年，大模型和深层次语言模型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当然，主要还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架构，通过在海量的无标签数据上进行这个自监督学习，取得了大量的这种成功。因此，总的来讲，人工智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范畴。涵盖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又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的这个领域。然后在预训练模型和这个深层次语言模型是属于深度学习的一个大的一个板块。最近受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DeepSeek 非常火。其实从这个2023年 DeepSeek 这个公司成立之初就已经广泛受到了这个关注。它在2023年的11月2号就发布了第一个这个模型的这版本 DeepCoder， 主要是针对这个代码生成相关的领域做了相应的这个拓展。在24年的1月5号发布了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大模型第一个版本。在 V2 呢，在24年的5月份发布之后呢，因为它的这个高性价比，其实已经获取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广泛关注。当然，比较出圈的是在24年底发布了 V3，特别是25年的这个1月份发布了这 R1 这个版本，因此受到了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在我们探讨 DeepSeek 其实对行业的影响之前呢，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就是系统1和系统2的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这个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这个他的一本书里面叫《思考快与慢》（Think Fast and Slow） 这个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实人类的这个思维模式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快速直觉类的这个系统1，一类是缓慢深思的这个系统2。前者呢比较擅长快速决策，但是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这个影响，而后者呢通过逻辑的这个推理可以更好的做出判断。因此在这些 PPT 里面，我举了2个例子。左边的这个是识别图片里面的动物是什么，其实对于人来讲，可以很快速的、直观的，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它是一只猫，它是一只狗，它是一只老虎。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回答这个右边这2个问题，可能相对就更难一点。比如说这个 CT 的这个影像里面，这个病人患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疾病，我们判断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让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2678乘以5974的结果是多少？这个事情其实如果说你没有经过相应的这种心算的这种培训啊，或者特殊的这种训练，你要一下子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回答，其实很难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其实从计算机这个发明到现在，解决这个科学计算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初衷。所以计算机是非常擅长理解右边这个例子下面这一块的内容，就是2674乘以5974这个结果，它是很快能得出来的。这就是计算机本身的原理决定的。那过去的这个20多年，不管是那个人工智能还是计算机领域的这个发展，其实都在朝着我们想让系统能够快速、直接的解决，其实我们现实上生活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希望能快速的识别图片，识别它其中的这个语义。但是如何让它把它的这个思考逻辑以更直观的、更好的方式呈现出来呢？其实是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过去的这10几年当中，大家一直诟病深度学习的这个模型好像是一个黑盒，对吧？我只知道输出，只知道那个输入和输出，但是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结果？好像这个模型很难告诉我。因此呢，其实 DeepSeek 某种意义上呢推动了这个深层次推理
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大语言模型从18年预训练的这个模型开始，就已经在大量的这个任务里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尽管在这个文本生成、语言翻译等领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这个表现，但是呢，它还是主要依赖于系统一式的快速决策，缺乏系统二式的这个深度推理。但是呢，其实深层次的这个推理呢，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这个研究，基于这个结构树的这种层次推理，基于这个反馈奖励的这个推理，基于自我进化的一个推理，基于这个宏动作的一个推理，包括基于这个强化这个微调的一个推理，其实都已经在各种方面推动了相应的这种发展。举个例子，在这个结构推理方面，其实这个蒙特卡洛数是一个比较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大家可能听蒙特卡洛搜索这么一个方法，其实是不太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在2016年，阿尔法 Go 战胜了这个人类的围棋冠军，它所采用的整个的深层次推理的一个方式，就是基于蒙特卡洛数搜索加上这个深度策略价值网络的这么一个策略来做到的相关的一个成果。因此呢，其实 DeepSeek R1这些模型的这个推出，其实就是有力的改变了其实在深层次推理这个方面持续去深挖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就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呢，其实搅动了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生态。这是国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跑分的一个网站吧。其实这是我在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截取的这个图，当然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些排名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动态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这个大模型在目前这个榜单里面，除了 DeepSeek 的 R1 和 V3，还有这个同以千问的这个2.5 Max， 对吧？但是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以闭源的方式在进行一个打榜的一个评分，对吧？所以说，其实 DeepSeek 已经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引领了这个开源大模型在这个生态里面的这么一个地位。谈到这个 DeepSeek 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是说，大家会发现，就是 DeepSeek 就是积累了1亿用户，仅仅花费了7天时间，相对于 TikTok 的这个9个月，微信的1年零2个月，甚至来讲更早一点的 Wikipedia 花了7年时间才积累到1亿的这个用户，对吧？说明了什么呢？包括其实国内也有一个统计说，目前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用户，已经达到了2.5亿，说明逐步的这个通过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之前 ChatGPT 的这么一个火速出圈，让普罗大众已经逐步意识到，其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种工作生活，可能在某种场景下面都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和作用。那当然就是 DeepSeek，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破局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医疗，DeepSeek 其实已经成为了搅动智慧医疗行业的一个催化剂。这是我在前面几天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出来的相应的关于 DeepSeek 应用的这么一个图片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不管是这个公立医院还是大量的这种医疗机构，都逐步的接入了这个 DeepSeek， 对吧？包括一些政务的一些这种系统。所以其实医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大模型，对于 DeepSeek 的这么一个欢迎程度，其实是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这个呢，我也引用了这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个分析吧，它大概统计了一下，截止到2025年3月份，对吧？对于400家医院，差不多都公开了，它可能应用了这个 DeepSeek 相应的这个应用，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分类啊。就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主要这个集中在这个患者服务类、临床支持类，包括医院管理类以及科研创新类，包括特殊场景支持类。那在这里面呢，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患者服务和临床支持这2个大的这个类别开展。很直接的这个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医院看病，如何能够让这个系统告诉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室，对吧？我们可能在看到医生之前，能不能通过跟人工智能这个交互对话，把我们的一些情况先提前这个形成一个比如结构化的文档，在医生接诊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提前看到。包括一些健康管理类的这种服务，为什么是目前集中在患者服务类的这种 DeepSeek 的应用比较多呢？对吧？那因为确实是生成式对话相应的这种交互本身其实就是大语言模型很擅长的一个类别。那在临床支持类，其实辅助决策和病例的这个智能化的这种结构化处理，包括后面的这个病例质量控制，为什么这2个应用占据了主要的这个场景呢？这个其实也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就是这些应用是真的是临床里面的刚需应用吗？它改变了目前临床场景下或者临床的业务流程的这个过程吗？它真的对医生的这个看诊，包括它的这种效率有极大的这种提升吗？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这个第2部分内容要重点探讨的一些这个点了。就简单的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目前 DeepSeek 在医疗场景的这种应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和分类。那我们第2个部分就重点讲讲，就是有了大模型之后，有了 DeepSeek 之后，如何破局那个智慧医疗。
在这之前呢，其实我想对这个目前在涉及到医疗业务场景的3类不同角色做一个梳理。首先就是患者，患者呢其实就是被服务的一个对象，就是需要获取专业的医疗和健康服务。他呢往往关注这个治疗效果和服务体验。我其实就是患者当中的这个一员，对吧？因为我可能要获取相应的这种医疗服务。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回首过去的这20年吧，这个特别是最近10年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其实患者在医疗场景里面获取医疗服务的这种体验已经得到极大加强了。回想过去20年，如果说20年前我们要去医院看病，我们可能要去窗口挂号，我们要去现场才能知道这个医生坐不坐诊，对吧？他是不是能治我当前的这个问题？现在呢，通过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到什么样的医生，他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挂完号、检查完、这个治疗完，可能还得去窗口排队缴费。现在其实缴费这个流程也通过线上化、移动支付的方式得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医疗业务流程里面，患者的这个服务体验在过去20年的发展里面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升。那第二个类别呢，就是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其实指的是在医疗服务过程当中的主要的提供者，但是呢，他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流程规范来为患者提供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他同时还兼顾着科研、创新等诸多的一个职责。所以其实因为过去这几年跟这个不同的医院，不管是领导还是科室主任，包括这个信息口的同事交流都比较多。其实我其实真的是感受到，其实医护人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他们从早上6点钟开始，可能就要去病房查房，完了之后8点钟开始接诊，可能要忙到这个晚上可能还得做手术，甚至白天就开始做手术。多的这个医生可能一天得做20台手术。到了晚上8、9点钟之后呢，还得做科研，还得跟我们开会讨论课题。所以他们往往是这个，真的是我很佩服他们，他们精力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充分。因此呢，其实我也是呼吁在线的这些朋友们，还是多多理解咱们医护人员。第三一个呢，就是医院的管理者。医院的管理者其实就是主要围绕医院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运营来负责管理，保障医疗的质量、服务流程、供应链等等，目的是推动医院高质量的一个发展。有了3类的不同的这个角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国家对于智慧医院的这个评级呢，或政策呢，其实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其实国家卫健委圈定的智慧医院的这个定义和范围呢，就主要集中在这3大领域，一个是面向医疗业务的这个智慧医疗，一类是面向患者服务的智慧服务，以及面向医院管理的智慧管理，对吧？那以前的这个智慧医疗呢，更多的从这个专注于这个系统的这个应用是不是符合临床的这个要求。因此呢，在24年之前叫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评级，那去年之后呢，改成了智慧医疗。那智慧服务呢，更多是面向患者服务，是不是满足患者家属及部分医务人员相应的这种诊前、诊中、诊后的一些服务的这种需求。那智慧管理呢，顾名思义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医院管理能够更好的这个智能化。那目前呢，医院总的来讲处于从数字化、信息化转向智能化发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当然呢，无可这个质疑的是，未来医院的建设呢，将有助于提升医疗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效益，对吧？改善就医体验，优化区域的这个资源配置。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从去年5月份开始，就国家这个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就修改了这个智慧医疗的这个评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明确增加了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明确新增了人工智能的要求，增加了一体融合，包括一些临床健康服务相关的要求，同时也增加了这个国产化替代易用性等相关的这种要求。所以其实围绕着新的这个标准，国家其实对于医院的发展方向是给了非常明确的完善的一个指引。那有了相应的这个技术背景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想，在新一代的这个医院的这种智慧医疗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系统才能够支撑对应的这个应用？因为过去几十年，随着这个医院信息系统的一个快速发展，简要回顾一下，最开始医院的信息系统是以这个收费为核心场景的，为了保证医院如何把钱收对，对吧？通过这个，因为金融本身就是这个信息系统发展最早的一个地方。那过去的10年时间当中，基本上国内的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的一个所谓的普及化，所有的除了收费收得对之后，所有的病历的这个数据，所有的患者的数据、检查检验的数据都通过系统化的方式实现了共享，实现了这个应用。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场景里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否能够真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帮助我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医院管理者来提升他们的这种效率和效能呢？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过去的20年，这个所谓的医院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它承载的职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刚才讲到了，不仅要满足患者的这个所谓的服务需求，还得满足不同科室的医生的这个使用需求。而且医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场景，不同学科可能它的流程要求标准可能都不太一样。除此之外呢，它还承担了这个医院管理、医生科研等相关的一些需求。说同样一个系统承载了这么多的这个功能，导致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系统是非常庞杂的，体系是非常大的。一个大一点的3级医院可能有100到200个不同的系统，系统之间的数据标准有可能都是不统一的，他们要把它们汇聚起来也是比较难的。这是为什么在差不多10年前兴起的这个大数据平台这一轮，其实有力的推动了医院的数据的这种集成、应用、加工。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数据平台建好之后，它到底支撑了什么样的这个应用？可能过去10年医院的这个场景可能都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国家卫健委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指引吧，就是它其实涵盖了这个4个大类，甚至来讲84个不同的这种场景，涵盖了这个医疗服务，涵盖了医药服务，涵盖了医保服务，甚至来讲医院的一些管理、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托育，甚至来讲涵盖了现在比较火热的医用机器人，甚至来讲包括可能具身智能也算在这一类当中吧，包括药物研发以及教学、科研等应用场景。这些场景其实非常丰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反思，我们在医院场景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这种所谓给出来的有潜力的场景，它真正的发挥它的这个作用和效果了呢？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们在医院场景下面得到了广泛的这个应用呢？这也是我们后续要主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有了相应的这个背景之后呢，我本次的这个 talk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医院真的具备 AI 应用的这个基础吗？是否具备相应的一个基础设施？因为其实过去10几年，随着这个影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可能在15、16年经常听到这个同样的一个这个胸部影片的一个识别，比如说识别结节，每家医院都在做，很多厂商都在做，很多学校也都在做。然后呢，也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肺结节的识别、儿童骨龄的这个识别，对吧？都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些应用真的现在在医院大规模的用起来了吗？没有用起来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所以说我经常在想，就是医院是不是已经具备了 AI 应用的一个基础？号称都用了10年的人工智能了，医院的这个算力够吗？这个都不一定指这个训练算力啊，推理算力有吗？是不是已经形成规模，能支撑不是1个医生，可能是100个医生或者1000个医生同时使用呢？这个就不得不首先想，就医学大模型或者人工智能在医院落地的几个要素，一个是应用，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这个在大数据智能时代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大数据智能往往是好的数据加上好的算法，要加上好的算力才能够去支撑。那我们认为，其实人工智能在医疗场景的落地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好的应用牵引。为了支撑好的应用，我们需要挖掘、治理好的数据，同时呢，训练好的模型。通过好的应用又不断生成数据，又不断的迭代我们的模型，但是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核心基础或者最基本的基础吧，我们还是得有一些基础的算力支撑。那我们特别是在医疗这个场景下面啊，数据的这个隐私性、安全性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试问，现在其实人工智能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医院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算力体系呢？支撑体系呢？可能还没有。因此呢，就带来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构建这个医院的 AI 基础设施和应用范式。这是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如同我刚才讲到的，12年开始的大数据平台的一个兴起，大数据治理的一个兴起，对吧？不同的这个场景、不同的行业都建了自己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的汇集、治理、加工、应用。但是其实真正的这些应用是解决了问题了吗？有多少是真的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应用现状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AI 浪潮下，我们同样在思考 AI 基础设施这个建设，现在建设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回顾从传统的医疗信息化到医疗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我们会总结出来2张图。就这张图的这个左边呢，就是以传统的医院的信息系统为代表的，涵盖了 HIS、电子病历、医技、运营、检查检验，包括其实集成平台这一类呢。简单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产生数据的系统。大量的数据通过这些系统，不管是通过人工输入，还是通过跟物联网设备的一个连接，包括跟设备的一些连接，形成了大量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沉淀，对吧？但是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如何把这个数据用好，对吧？那其实是缺乏右边这一块，从硬件平台到模型层到工具链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医疗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也要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怎么着，我们都不知道做啥应用的
之前啊，我们就先把这个硬件平台给它建立起来，我们就先布一个所谓的大模型，我们再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再来找这个应用，这个方式是高效的吗？我们认为可能不是。在医疗的智能化时代，往往应该是应用牵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临床做了一个这个临床辅助决策的这么应用，我可能针对这个应用需要5张卡，对吧？我可能又做了一个病历质量控制，我又做了一个药师推荐，分别可能需要3张卡、5张卡。通过不断应用的一个叠加，其实自然而然的，我们下面的这个算力平台就逐步被建立起来了。有了这些应用之后呢，我们就会不断的丰富我们的模型能力，对吧？它可能缺乏哪方面，你在哪些场景下面使用效果不好，同时呢，需要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业务人员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工具链也会逐步完善。所以说，我们认为，其实在医疗智能化时代，整个基础设施的构建应该是以应用牵引为导向的。当我们上面把不断的应用给它做丰富，真的让临床或者这个患者或者医院管理者能把它用起来之后，逐步我们右边的 AI 平台针对于数据的理解和应用这么一套体系也会自然而然的建立。因此呢，我们认为，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医院应该重视生态系统的这么一个架构，重点关注智能产业硬件的这个基础，关注这个云基础设施，关注数据的一个治理和数据的共享应用的这么一套底层的设施。由此之后呢，针对不同的这种场景实现认知、感知、执行的一个飞轮循环，获取更好的数据，把数据用得更好，支撑更好的这个应用，逐步形成这么个体系之后呢，医院才具备广泛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个所谓的底层或者硬件基础。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我们应该做哪些应用，什么应用真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真的能对我们的这个患者的这种服务，真的能对医生的诊疗，能对医院的管理起到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那医院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呢？人工智能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已经可以帮我们写代码，能帮我们做 PPT， 能帮我们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帮我们做整个的旅行的这种规划。那在医院场景下面，医院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呢？这简单可以看看目前在医疗场景下大模型主要做的一些应用场景啊，一个是门诊的一个助手。根据这个医生的这种输入，对吧？给他一些提示，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可能潜在的一些治疗方案，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病例的这个自动生成是目前在医疗病例场景里面使用的或者宣传的比较多的一个场景。其实我对这个应用呢，其实还是秉承着一定的这个观望态度的，因为有一说一，其实病例的书写其实是医疗场景里面学生培养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医学生通过病例的书写，不断的来理清他的这个临床的一个思维，不断的加强他问诊的一个路径，不断的来学习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这个过程让大模型或者机器把它给替代掉了之后，那我们以后医生的这种培养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前提之下，那目前病例这种生成，其实它的效果会真的很好吗？这个病例生成其实还是对于客观数据的一个获取，还得说你的这个输入数据是比较完整客观的，那我生成出的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我输入的这些数据可能就有一些缺失，那生成出来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内容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当然，第三一块就是主要的这个面向这个病例内涵质控。内涵质控的这个原理或者它的这个目的呢，还是帮医生或者帮医院判断医生写的这个病例是不是符合医院的要求，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要求，是不是符合整个行业或者这个流程的这个要求。以前呢，得靠这个支管科的这些医生一个去抽查，那他这个呢就会漏掉很多问题，对吧？那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加持，现在可以实现全院病例的这个自动化的一个识别，能够防止这个病例里面的一些内容出现差错。当然也涵盖了语音查房，包括体检的这个总的这个推荐，包括患者全息数据的一个这个收集之后，通过交互式问答得到可能医生或者管理者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包括健康的风险评估、就医的这个咨询、驾驶舱的决策支持、工作报告的生成，包括一些智能问答的一些场景。这些其实这些应用的场景，其实在不同的医院或多或少都已经上线，或者是已经在应用了。但是我经常就会问，这些应用它确实是基于大模型能力的，是确实人工智能非常典型的一些应用，但它真的对我们医疗的实际的很核心的业务流程有很大的帮助吗？或者有很大的改善吗？它真的走入了医疗的核心的业务流程吗？感觉好像还没有。因此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下人工智能其实在医院场景下落地的一些核心挑战。之前其实也提到了，医院现在系统非常多，数据来源非常广，同时需要支撑的这种场景也非常多，而且里面实际上使用同样一套系统的这种角色也各不相同。
但是面临着很多问题。一个是其实医院的业务流程、临床专业性非常强，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求非常严谨。第二个事情呢是数据的这个采集呢，就是需要客观，它的治理分析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讲，我们在判断它模型能力的这个强弱之前，可能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我给它的这个输入是不是客观？如果输入都不客观，你能指望人工智能给你一个很合理、很精准的一个回答吗？好像也未必。因此，在医疗场景下面，数据的客观采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是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快速发展，学科交叉的要求非常高。像我们做计算机的，可能真的对临床的这种场景不太了解。那同样的，临床的专家可能对计算机的内容也未必这么清楚，他不一定清楚人工智能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同时呢，刚才也讲到了，可能医院目前还缺乏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在医院场景落地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问题也需要回答。一个是现在来讲，有多少的 AI 应用或者工具是临床医生实际需要的？对吧？第二个问题是在无法获取有效数据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来评价 AI 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能力或者能力有意义吗？第三个是在没有私有化环境下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医院到底如何来拥抱人工智能呢？因此，要解决人工智能的这种场景落地，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因此呢，就带来了第二个挑战，就是说，在医疗场景里面，人工智能如何理解和利用这个医疗数据？谈到这个呢，就谈到一个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数据呢？其实这个国际的标准组织 ISO 对于数据的定义是对事实、概念或指令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它可以用人工或自动化装置进行通信、翻译和处理，对吧？简单来讲，数据是最原始的记录，通常没有被加工、理解，没有其他意义。但是呢，其实就是如何，就是数据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数据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来映射这个物理世界。所以说，只有我们数字化世界跟物理世界这种差别是越接近的，就越小的，我们的数字世界能发挥的这个作用是越大的。你想，医疗场景下数据来源是非常多的，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物质化的过程的数据表达越客观，它的价值密度会越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模型来构建它的这种应用的这种价值会更高，对吧？举个例子，医院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数据，为什么在过去的10年，医疗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往往出圈比较多的是基于影像的应用呢？因为影像的数据是通过这个设备直接呈现的，它的这个影像的这个数据的质量高低呢，往往受我们设备精度的高低影响，对吧？但是呢，电子病历数据为什么你要在上面做相关推理或者预测的应用，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大家想一想，电子病历是怎么形成的？电子病历数据是医生在跟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对吧？经过他的这个经验，不断的这个梳理患者的一些实际情况，按照医生自己的这个理解，当然基于大量的这种事实和经验啊，把它总结成了一个，或者总结提炼成了一个电子病历的这个数据。但是电子病历的数据真的跟患者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吗？它真的能代表当时患者的实际情况吗？我认为可能未必，中间可能有大量的这种内容的这种缺失。因此，不同的这个数据，它真的能发挥的这个作用的这个价值，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有了对数据的这个理解，就涉及到一个信息。信息呢，其实是对人有用的，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数据，我们定义为这个信息。它的几个主要特征是传载性、共享性、可处理，同时呢，时效性很重要。只有既准确又及时的信息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国家卫健委相应的技术规范里面，对于医院的这个系统，往往统称为这个医院信息系统。我们熟知的这个 HIS， 对吧？它是对医疗活动各阶段产生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提取、传输、汇总、加工、生成的这种各种信息。其实为什么叫医院的信息系统？其实就是这些数据把它汇总到一起，能够可能对我们的业务、对我们的流程、对我们的分析可能有一些帮助，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时效性是极其重要的。你说，比如说，为什么大家之前在想，同样的，我可能这个不舒服，我在 A 医院看过之后，我可能不放心，去 B 医院也看一下，医院的这个医生要我重新做一些这种检查检验或者拍一个片子，原因是可能因为本身这个病情就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对吧？1个月前的影像是不能够代表你现在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信息的时效性是极其重要的。有了信息之后呢，就会谈到这个知识。知识呢，其实是人类迄今为止通过思考、研究和实践所获得的对世界认知的一个总和。这里面就分成这个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什么是显性知识呢？显性知识指的是可以被编码或者转化为系统的正式的这个语言，比如说我们的文件、数据库、网络，就是人类的这个知识大多以显性知识来进行传承。在医疗场景里面，什么是显性知识呢？
大量的专家共识、大量的临床指南、大量的教科书，对吧？这些都是在一个社群里面经过大量验证的，大家形成共识的。如果说其实我们这个医生看病都是基于显性知识来去做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想想，为什么其实大家如果说身体不适去医院去获取相应的这种专业服务，往往希望找一些年资比较高的或者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因为其实在临床过程当中，医生的这种判断、操作、决策蕴含了大量的隐性的这个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不太能够被语言记录或者被它或者系统呈现出来的，对吧？它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你可以理解成一种理解成是一种直觉。那医生通过这个显性知识为基础，对吧？加上自己的隐性知识、直觉，来做出了一个最后正确的一个判断。因此，在知识的这个层面里面，就我们现在能整理、能够加工、利用的，往往是显性知识。那如何能够把隐性知识给它挖掘出来呢？比如从临床的这个电子病历里面，经过对医生的这种访谈，对吧？跟他的这种交流，我们形成了他的这个决策的这种思维，对吧？把这些他的脑海里面的这些知识给它挖掘出来，其实就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一个过程。那隐性知识显性化，其实代表着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知识的一个进步，对吧？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其实就可以理解，其实在医疗场景里面做决策，光有显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得大量的这种实践经验，对吧？大量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积累，我们才能形成这种直觉。所以因此来讲，它不是说给你一个，它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这样子，它可能还有一些靠直觉、靠经验才能够得出一些准确结论的。有了前面的这个数据知识和信息和知识之后呢，什么是智慧，对吧？智慧其实是在知识的基础上总结的原则和法则，来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吧？它的核心是利用数据、信息和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其实智慧往往是应用为导向的。这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医院建立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这种平台，包括从基础设施开始到模型到工具链，为什么要以应用牵引呢？我们建这套的总得有一个目的和目标，对吧？所以说其实智慧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哪些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业务流程有帮助，对我们的整个的行业进步有帮助？我们一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之后，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刚才讲到了，其实在医疗场景里面，让大模型懂得相关这些能力的话，我们就要让模型具备一些显性的知识体系。有了显性的知识体系之后呢，更多的在场景里面去挖掘隐性的这种知识，来不断来解决实际的这个问题。那如何来形成显性的知识，让大模型能够理解呢？医疗又是一个专业非常强的一个方向和学科，因此过去几年我们在浙江大学这边就一直在做一个可计算的医学知识平台，针对医学的全科的体系、不同专科的体系来梳理它的这种显性知识，以这个显性知识为依托，教会大模型医疗场景应该具备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我们期望着具备了这个显性知识的这个大模型，能够在医疗场景里面去发掘更多的隐性知识，能够更多的帮助医生去解决他们实际的这种问题，把他的智慧给展现出来。下面就是第三个问题，那大模型在医疗场景里面应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它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才能体现出智慧呢？这就是其实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对吧 ？AI 看病到底靠谱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想想那以前医生是怎么看病的，现在医生是怎么看病的，我们期待着未来医生是怎么看病的。以前医生看病就是完全靠人类的独自决策这种方式，他完全依靠于自己的这个经验体系、知识体系，包括这个操作的这个重复程度，对吧？是否熟练来帮助患者解决问题。那过去的这个20年，或者是现在，大家去医院就会有一个直观感受，感觉我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很复杂，为什么医生跟我聊了几句之后，就让我去做一个这个血常规，对吧？让我去拍一个片子，才给我开一个药，对吧？那原因是其过去这几十年，随着生物仪器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它为人类决策提供了大量客观的、准确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的检验数据，比如说我们的影像数据，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数据。有了这些客观数据作为参考之后，医生再结合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已经掌握的显性知识体系，以及他们已经可能存在的隐性知识体系，来综合给我们做一个判断。因此呢，人机合作决策是目前整个看病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式，而且我认为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也还是人机合作决策占据主导的一个地位。那 AI 是否能看病靠谱，那就是第三个类别，就是完全由机器给我们做决策。这个问题没法直接回答，要回答是否能完全由机器来替我们做决策之前，可能要回答另外几个问题。其实我前面的这个内容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涉及。第一个问题是，那 AI 的输入数据能不能真实的反映你的实际情况？
就是你给 AI 的输入是不是能够客观表示你的实际情况，对吧？就比如说那个你如果只是为它一个电子病历数据，对吧？电子病历又是经过医生加工的，它并不能完全反映你的客观情况，那你给它输入可能就存在偏差。那它这个时候给你的这个反馈，你是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对吧？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要靠 AI 给你看病，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就解决你当前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依靠显性知识体系就能够解决？因为显然的，大模型可以很容易的掌握目前人类已经形成的所有的显性知识体系，它可以把成千上万本书都读进去，对吧？医疗的指南文献都可以读进去。那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完全依靠显性知识就能解决？比如说你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咳嗽、发烧，它也没有别的原因引起啊。那通过这个事情，它可能判断是因为病毒引起的，可能是因为细菌引起的，对吧？它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但如果可能你是遇到一个罕见病，对吧？或者是一个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新的这个疾病，那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能替你解决吗？能给你说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论吗？好像似乎也没有办法完全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一个回复。第三个事情就是说，那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他回答你的一个问题呢，还是需要他帮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对吧？比如说你还是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你可能肚子不舒服，你可能发烧了，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的一个问题。他如果是只是告诉你是个病毒型的感冒或者一个细菌型的感冒，他真的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可能还是希望在这个场景里面，他能把你这个问题给治好。这个治好呢，就涉及到后续的一部分的，不管是用药还是说手术操作，甚至来讲后续的这种康复的一些建议、随访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个过程，人工智能能完全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做掉吗？可能未来会，对吧？但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特别是涉及到手术操作的一系列的这些流程，对吧？第四个呢，就是风险和伦理问题。风险问题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谈一下这个伦理问题。当我在1年前吧，跟医院的一些专家在交流，就说如果说一个手术完全由人工智能或者机器能够替代掉，而且它做得很好之后，那我们想假设，如果说假设一个极端情况，因为一些客观的这个原因，对吧？灾害的一些原因，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原因，比如说这些设备或者这些机器，它当时就失灵了、失效了。那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身边的这医生都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对我们来讲是好的还是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不管是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是其实我们在问 AI 看病靠谱这个看上去很简单很直接的问题过程中，其实我们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但如果说把这些问题你都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短期内好像似乎还未必，因为它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比较多，对吧？比如数据的客观性，对吧？是不是只靠显性知识能解决？是不是你还让他给你做手术操作，对吧？它的风险怎么去分析，怎么去规避，对吧？如果是在这么的一个前提条件或者多了几个问题之后呢，我感觉可能人机合作决策会未来成为主要的这个方向。那当然呢，就是在谈到就是大模型就是在医疗场景的应用，还会聊到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是不是就是聊天机器人？其实不是的，其实在很多场景里面，大模型能发生很多这个能力。你跟它的交互式问答，只是它能力的一种体现，或者交互方式的一种体现。其实大模型在语言能力、阅读能力、推理能力方面都有很强的一个能力，值得大家去挖掘的，对吧？那比如说以语言能力为例，在医疗场景里面，就比如说你让他写一首李白风格的诗，他可以写得很飘逸，非常像李白，对吧？写得非常的这个发散。但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严肃医疗场景下面是需要他非常收敛的，就不能瞎胡说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是阅读能力，你让他给你总结出一个文章的要点，他可能总结的还挺好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让他给我写一篇医疗论文，这个能力适合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发挥吗？好像也未必，对吧？那在推理能力里面去，你让他给你做个诊断，可能很难。万一他诊断错了呢？没有合适的依据呢，对吧？那这个时候，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预警，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分析。所以其实要正确的认知大模型在医疗场景下的这种能力，它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里面，你发挥它不同能力的这种优势，是能够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个作用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医疗大模型要真的在医院场景里面用起来，它必须要懂专业、懂场景。这个业务流程图里面其实涉及了大量的医院的这个业务系统和业务流程，对吧？很多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包括门诊的医生站里面，医生可能在接诊一个病人，可能涉及到很多流程。你在给他做检查检验，在住院做手麻的过程当中，手术麻醉之前，他都有很多这种流程系统要走。因此呢，其实医院的这个体系是非常专业、庞杂、复杂的一个场景。因此呢，大模型要真的在这些场景里面任何一个点上，如果说能解决它的一部分问题，它必须得对整个的这种流程专业都是非常清楚，才有可能解决的。因此就带来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构建医疗领域的这个大模型。
这个呢，其实大模型赋能这个产业场景有2种技术呢，当然涵盖这个医疗场景啊。一个呢就是说，那是不是能形成一个超级的这个智能体？就通过单一的一个通用大模型，它就能解决所有的这个软件的这种功能的这种问题，对吧？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情况，但是目前来讲，通过各种的这种验证，我们认为其实离超级智能体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那第二个选择就是说构建领域大模型。领域大模型就是通过构建具有领域知识、理解领域数据的这个领域大模型，它可以大幅提升这个行业用户解决专业问题的一个效率。那我们反思一下，或者来对应一下医疗场景。医疗场景是专业性非常强，对于数据的隐私保护要求非常高，数据非常分散，对吧？而且 AI 的这个医院 AI 的基础设施也属于刚刚起步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其实医学的领域大模型是当前其实最合适或者最主流的一个选择，对吧？那构建这个大模型赋能产业的工作流，其实就针对产业的这种场景，比如医疗的场景，我们需要专业化、精准化、私有化的来实现大模型的这个应用需求的一个呈现，对吧？那同时呢，这个就需要研制领域大模型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工具链来支撑领域专家主导的这个领域大模型。其实上面的这一套流程，从模型的选择到整个模型的微调、强化学习、检索、增强、智能体的开发到业务场景的支撑，其实都是我们做人工智能计算机的人比较擅长、感兴趣的，对吧？但其实每个模块做什么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医疗场景的专家能够了解、知道它的这个边界的。那其实医疗场景的专家在这个过程应该做什么呢？实现高质量数据准备，实现他们知识的梳理，实现他们经验的一个抽取，对吧？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的模型的训练里面去。最终来讲，其实我们希望通过工具链的一个构建，能够让医疗场景的专家能够自主的完成它整个领域场景的这个模型构建，能解决它的一部分问题。这其实是后面其实医疗智能体为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因为可能不同的医生、不同科室，它不同任务的需求都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如何通过这一套工具链的这个流程，能够把它的这个，它可能只要有它场景需要的数据，它只要有这个场景需要准备的这种知识，它就能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和讨论的。那我们过去几年呢，也构建了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领域大模型，对吧？它也就是通用大模型加上权威的医学知识加上临床数据来去做相应的这个注入和后续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训练的。那这个过程中，大家就会问啊，你通用大模型都有了，那不同的通用大模型会对你有影响吗？其实我们老把它举个例子，不同的通用大模型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不同高中毕业的高中生，对吧？它可能来源于浙江，来源于北京，来源于重庆，这个都不重要，对吧？它到了这边之后，基于我们整个梳理的权威的医学知识体系，我们是希望把它培养成一个懂医学的这个本科毕业生或者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要真正成为一个临床医生，他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他还需要经过大量规范化的培训，还要跟着带教老师去跑临床、去查房、去不断的去学习。那临床数据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的这个具备医学生能力的大模型往临床医生这个方面去靠，但这个过程其实很难、很漫长。但是有了不同的这种机构数据，特别是高质量的个性化的数据，其实是可以朝着这个方面走的。因此来讲，其实我们认为医学领域大模型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目标，不是说要构建一个临床医生，首先是要将大学生培养，就大模型培养成一个掌握医疗知识体系、懂医疗业务流程的医学生。这样子，其实你想想，现在如果说每个医院的医生后面都有一堆他的这个医学生的助理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帮他整理文书，帮他去做一些预问诊，帮他解决病例质量控制的问题，帮他筛选病人的一些问题，其实医生的这个效率能够得到大幅的一个提升。同时呢，就是我们也会探讨一下，有了这个医学领域的大模型之后，在医疗场景私有化这种场景下，如何实现人机物的这种协同，这个其实也是会更改以后医院的这个就诊流程、医院的运营方式。那当然，从今年开始呢，还是单一场景的隐形助手，对吧？就我刚刚讲了，不同的医生可能在不同场景里面，他都有一个小助理跟着他，能帮他解决他的很多问题。那可能从26年开始，或者明年开始到后年，可能逐步朝着这个 Copilot 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单一系统内可能多个场景间能够协同。就同样的一个事情，我可能有几个助理，而且不同助理之间他们可能都有一些交互，对吧？相互帮助，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更高效。那后面来讲就是到这个跨系统与场景的这个自主决策的这么一个流程，就是 agent 这么一个模式。它可能就是不同系统之间，就是可能我在可能教学场景有个助理，我在临床场景有个助理，我在科研场景有个助理，对吧？如何把他们也把它拉到一起，能解决我更大的一个目标，对吧？可能我来了更宏观的一个目标之后，我拆解到不同场景里面，他们给我解决完了之后，把它结果汇总起来，最终来讲，让我的工作效率能够
整体的效率能够得到一个提升。那最后来讲，其实智能体的发展就是实现多智能体的这个生态协同，就不同生态里面的这种智能体都有一些这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和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场景下面的人机协同的这种方式的演进方式，我们认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就大模型在医疗场景下，如果说非要说应用，它也有很多挑战，对吧？包括 AI 的这种幻觉，包括其实我们的输出或者就是我们模型里面储备的这些知识的实时性和有效性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能够做到一个实时化的更新，以及比如说医疗领域的这个大模型，它领域深度是不是足够，对吧？它是不是能承载起一个这个好的大学的医学院的这么一个知识体系和水平，对吧？包括我们模型的一些深度推理的能力，我需要解决我的结果，它为什么是这么来，它的思考路径是怎么样，以更合理的、更有效的方式给我呈现出来，包括数据安全伦理，同时呢也需要大量的这个算力支撑，能不能把这个算力的要求把它降下去，对吧？同样的一块卡，我能支持多个并发，我能支持更多的这个场景、更多的智能体同时去用，对吧？这都是其实目前真正的大模型就是在医疗场景要广泛应用都需要解决或者考虑的一些问题。最后来讲呢，就是通过几个案例简单总结一下，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的一些简要的一些工作吧，通过这些工作来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大模型可能会有哪些的这种前景和帮助。我们在去年就是24年的7月份，我们跟浙大2院一起发布了这个 Medical Pilot， 它是一个就是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丰富的一个医学知识加上临床数据的这么一个医生助理的这么一个形象。其实这里面的每个功能，其实可能现有的这个系统里面都有。其实我刚才讲到了，其实医院的信息系统非常非常庞大，它里面其实能解决很多问题。就如同我们在讲，就是举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喻吧，其实 WPS 我们经常用它做 PPT 做 Excel， 对吧？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普通人呢，用 WPS 可能就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个图，我们没法做得很炫酷，对吧？我们做一个 Excel 的话，我们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表格加减计算，对吧？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很难的、很 fashion 的一个事情是比较难的。但是其实有了大模型之后，其实就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在使用系统中也面临这个问题，可能他只能使用到现在系统的5%、10%的功能，对吧？但大量的能力，它其实在医院里面能体现。所以有了一个医生助理之后呢，他能够理解医生的需求，通过其实对现有系统的流程的这种串联、数据的这种加工，能解决他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医生要看患者在住院过程当中，比如他的这个白细胞的一个变化，以前他可能得翻几十页的这个病程记录，看他每天的这个指标，然后给他汇总出来。其实这些数据它都有的。那通过我们现在，比如说通过一键就说它白细胞大概的一个变化路径，对吧？我以表格的方式给它可视化出来，这其实能大大的这个提升医生的这个效率，包括他的这排班，对吧？包括他可能今天还有几个手术要做，他还有哪些未完的这种事项，包括这个 VT 的这种风险，对吧？它的用药是不是合理？通过这些计划，其实都能够把它给统一呈现出来。这样子，其实医生就有一个有效的助理，对吧？这个助理能解决他很多问题。而且这些数据来源呢，它不会发散，它都是来源于我们现有的信息系统。所以说刚才讲到的医院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智能化到信息化到智能化的这么一个跨越，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数据的沉淀。那如何把这些大量的数据沉淀，把它给有效的应用分析起来，就需要人工智能这么体系做。所以其实 Medical Pilot 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助理的这么一个角色，能够帮这个医生大大提高他的这么一个工作效率。当然这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啊，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刚才我在那页图里面讲到的这些功能，其实在 Medical Pilot 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呈现。第二个例子呢也是我们跟浙大2院一起研制的这个关键患者精准管理这么一个系统。为什么会做这个系统？这个需求完全是来源于临床。而且在我们在患者调研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其实每次病人看完病之后，他都有很多困惑，对吧？有可能他这个报告可能下午做完报告，他晚上才出来，但他拿到报告之后呢，他之前看的这个医生，他可能挂不到他号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去下一次挂号出诊在什么时候。同时呢，还有一些问题是说，他可能去做，比如做一个体检，对吧？他可能在其他的这个方向发现一些潜在这种风险，对吧？他也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科室。那医院其实在这种情况也有很多迷茫。对吧？因为比如医生看完病之后，他可能就下班了，对吧？他下次再关注的时候，他每天的病人太多，他完全不记得之前的这个病人的严重程度，是不是需要马上紧急的这种关注？所以以前的这种做法呢，是更多的人只能靠这个人为去看报告，然后来判断他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对吧？但这种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而且准确度也不高。像浙大2院每天差不多一下午会生成
4万到5万张的这个检查的这种报告单啊，相应的这种检查的这种结果，你要完全靠人工去分析去看的话，效率是非常非常低，而且去看的这个人的知识体是有限的，他可能看这个比如胸外的一些内容，他能看心内的一些内容，他没法把所有的学科都涵盖在内，因此呢，导致了患者的这个无序的一个流动，所以说供需是没有办法这个给它给衔接起来的。说上了大模型之后呢，就基于大模型对医疗场景的理解，对于医生觉得哪些是高危患者，或者是需要重点关注患者的一个挖掘，能够批量化的，就每天比如中午的时候跑一次，晚上再跑一次，我们就梳理了大量的这个需要医院主动去触达、主动去管理的这些病人，主动去关心他的病人的这个列表。完了之后，医院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通过发短信、打电话，把他给就提前预约回来，对吧？同时呢，可能还做了很多后续的工作啊。不要让你有后顾之忧，你可能要看这个专家，我可能专家号也给你挂好之后，其实这样的这个效果其实非常好的，就实现了真的 AI 智能，实现了懂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帮助医生，就帮助医院找到了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病人，帮助病人提前避免了很多这种风险，帮助医保节省了开支，因为你早期干预比你最后就没有发现之后再干预，它要好得多。因此，其实这个在这个医院的这个场景里面，效果使用的非常好的。目前我们在差不多跟10几个合作伙伴、10几个医院都形成了相应的这种连接，他们的目前的使用效果都非常非常好。第3个呢，就是启真的这个智医的 AI 教学平台，对吧？它其实还是以我们讲的我们的医学领域大模型为核心，针对不同的这个教育场景来构建这个智能体，综合使用这个多模态的教育数据，最后来帮助自主学习这个教学的这个活动、考核的这个评价、教学质量的这个监督，对吧？那为什么其实我们在讲这么多临床性，我们专门要提到这个所谓的 AI 的教学平台呢？因为其实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患者得学习使用 AI 的工具。那我觉得我们一致认为啊，其实以后的医生也需要掌握其实人工智能的一些能力，对吧？他未必知道这个算法怎么设计、怎么去实现的，他可能是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它能解决哪些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场景下面哪些场景可能是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去解决的。那当然，通过这个过程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更准确的对学生掌握的这种知识做一个有效的这种评价，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医学生能够快速掌握他可能缺失的这种医学知识，能够提升整个的一个效率。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其实以后医院的要拥抱人工智能，除了所谓的硬件基础的这种搭建、模型层的搭建、应用的构建之外的话，可能还得需要有一个能力的一个体系来帮助我们的医生能够真的掌握人工智能的一些工具。因此呢，可能以后这个其实我觉得其实浙江大学走在非常前面，浙江大学开设了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对吧？不仅仅面向理科的这个学生，也面向人文社科，也面向艺术类的这种学生来开展人工智能这种教育，对吧？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其实医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得懂人工智能，得知道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得知道人工智能可能未来能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跟浙江大学医学院一起合作，做了这么一个面向临床8年制本科生的这么一个 AI 教学平台，目前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效果。第4个呢，就是病理的一个大模型，它就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大模型。这个是浙大医院的张金教授团队和我们那个团队宋明礼老师一起做的，他们做了差不多4到5年的这个时间，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病理是很多重点疾病或者癌症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其实病理图片的它的这个像素点又非常多，它精度非常高，对吧？那里面的这种识别是比较难的。病理医生要去通过这个病理图片的这种人为的去看的话，它非常耗时。可能看一张病理图片，简单一点还好，可能花20-30分钟；长一点，可能甚至要花数个小时时间才能够知道。那通过整个来讲，对于病理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有效的这种学习，通过这个知识增流的这种方式，能够快速的识别可能存在问题的这种区域，来做相应的这种内容的一个检测，比较好的或者比较有力的帮助咱们的临床医生能够快速的去判断，快速的给他一些这种建议，对吧？大大的提高了其实病理医生看病理或者给出病理报告的这么一个时间周期。这个呢，其实目前的使用效果也非常非常好，也取得了很广泛的一个关注。最后，总结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内容。总体来讲呢，我们认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不叫将快速推动，其实已经在快速推动这个智慧医疗的一个发展，极大的改善了这个患者的服务体验，比如说挂号，比如说缴费，比如说这个分诊、导诊、问诊相关的一些内容，对吧？有效的提升了医疗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当然也可以有效的帮助医院精细化的这种管理和运营。同时呢，医疗大模型在应用过程当中需要非常重视数据的这个客观性和可用性，对吧？因为你是
在探讨大模型的一个能力，你给它的输入一定要客观准确的表达物理世界的一个问题，表达这个患者的一个真实这个情况，对吧？你才能期待着他给你的这个结论能对你的结果有所帮助，对吧？同时呢，需要理解大模型的能力边界，重视应用场景牵引下的基础和能力的一个提升。最后是大模型时代下智慧医疗的发展，医院真的是需要重视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建立。当然，我们认为应该是应用牵引下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立，对吧？医生和患者呢也都需要适应人机物智能协同的一个新的范式，掌握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边界。知道我们在什么场景下能用它，什么地方不能用它，它能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最后，我想通过这个一段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汇报，这也是我在前天在公众号上看到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医疗信息化的公司，我看他发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之后，最后在结尾里面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也非常能表达我其实目前一直做 AI 或者在宣导 AI 医学 AI 的一个心声吧。就我们始终坚信，真正有价值的医疗 AI 从不必遮蔽医者的光芒，而是化作他们手中的无影灯，照亮那些曾被忽视的这个生命细节，让大医精诚得以在数字化的时代焕发生机。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汇报的这个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在线的这个朋友的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后续有相应的这个问题，欢迎通过下面这个邮箱跟我取得联系，我们不断的这个探讨，共同进步。感谢各位。